洛音，谢谢你一直在我身边。武魂觉醒失败。学天才唐阳，别开玩笑，这还说是要废他个千年一遇的学天才，说不定咱们早就觉醒了。把资源还给我们，唐云。唐云，剑府没你这样的废物，马上收拾东西，给我滚！长老，请您再给唐云一个机会，明天的武魂觉醒仪式，我愿意带他再试一次。不行，唐云已经废了，现在一起觉醒只会连累你。长老要是不答应，我秦洛音就陪他一起离开。更何况，当年要不是唐家，剑府早就……够了，不要再说了。我可以让你们明日一起参加仪式，但从今往后，我清陵剑府与唐家两不相欠。当年之事，谁也不准再提。洛音，就让我保护你最后一次吧。再见了，希望你以后在内门过得安好。长老，宣布吧。算你识相。清陵剑府外门弟子唐云，仪态凡体，天资愚钝，不能觉醒武魂。即日起，逐出剑府，不得再来。快看那边，那是冰鸾，冰系最强的武魂，冰鸾武魂，真不愧是秦师妹啊，人美，实力也强。恭喜你啊，洛音。为什么只有我不能觉醒武魂？你干什么？躲得还挺快，都被逐出剑府了，就别在这碍眼了，赶紧滚！你狗叫什么？我走不走，几时走，还轮不到你这个手下败将来指手画脚。啊，手下败将，还当这是3年前呢？没有武魂的你，还跟我嚣张个毛？要我说，秦洛音还是交给我来宠爱吧。至于你，去死吧！这是检测到武魂是否复制蛇影？喂，刚刚你是说谁瞎了眼？你要干什么？放开我的手！你以为就凭现在的你，还是我的对手吗？武技再强又怎样？现在可是武魂的时代，武魂解放！哼，武魂，不知道是不是这个？已为您复制武魂蛇影。那是唐云，他什么时候觉醒的？安息吧，唐云！可笑！混元太极，化劲！你怎么会拥有和我一样的武魂？哼，狗的才跟你一样，我的明显比你更强。混账！居然又一次让我在大庭广众下出这么大的丑，不可饶恕！不可饶恕！去死吧！你有没有想守护一人的心啊？这样的你，不可能赢我的。废话真多。洛音，洛音，你没事吧？离我远点儿！哼！大骗子，你是不是要抛下我自己离开？误会啊！去死吧！你倒是听我狡辩啊！根本听不进去嘛！只能使用老办法。洛音，得罪了。检测到顶级武魂冰鸾是否复制？果然，我可以通过接触复制别人的武魂。那么，
复制！唐云，快住手！被复制对象情绪值不足，复制武魂失败。哎，情绪值？那是什么？再发电光！快住手啊！情绪值达到100%，武魂复制成功。唐云，可以把手拿开了吗？抱歉。冷静下来了。那个负责，我们结婚吧。唐云，就算不能觉醒武魂，就算是个废物，我也不会嫌弃你。大不了你可以入赘嘛。以前都是你在一旁默默守护着我，从今以后就换我来守护你吧。罗伊，直接说我是废物真的好吗？记得哦，你在我心中一直是最棒的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会站在你身边。洛伊，你放心好了，我绝对不会再辜负你的。唐云，我去叫我父亲过来，你在屋里等一会儿。看起来，我之所以一直不能觉醒武魂，是因为我能复制他人的武魂。这神秘的力量太过诡异，还是暂时不要告诉洛音好了。唐云哥哥，我回来了。洛音，岳父大人人呢？没一起过来吗？唐云哥哥，有没有想人家呀？洛伊怎么变得这么粘人了？不过我喜欢。唐云哥哥，你快帮人家看看嘛，人家突然有点冷。冷？哪里冷？就在这里，快帮我暖暖嘛。检测到天品武魂水月，是否复制？水月？不是冰鸾。这么说，这个人不是洛音。这个人到底是谁啊？怎么混进来的？洛音呢？唐云哥哥，你在发什么呆啊？快帮帮人家嘛！好，我这就帮你。等我去关个门啊。果然经不住诱惑，唐云，遇到我算你倒霉。我这就揭开你的真面目。唐云哥哥，救命啊！突然出现了好多蛇。你不用害怕，因为这些蛇呀，都是我弄出来的。我知道你不是洛音，快说，你把洛音怎么了？是谁派你来的？唐云哥哥，你在说什么呀？人家就是洛音啊！你快把人家放下来嘛！还不说实话！不要，不可以！让我看看你的真面目吧！父亲，唐云他真的是个心地善良、敢做敢当、富有责任感的好男人。行了，你都说一路了，一会儿我跟他聊两句就知道了。不要姐夫，饶了我吧，我错了。停，回来了。完蛋了！怎么办？罗音，你看看你选的男人。父亲，也许唐云有什么苦衷。闭嘴，让他自己说。唐云，你刚才和林花是不是意外？那个，我……父亲，都怪我啦，是我假扮成姐姐的样子，才会让姐姐误会的。所以唐云是把你当成我了？对呀，多亏这样，人家才知道，原来姐姐平时是这样跟唐云哥哥相处的呢。不要乱说，我和唐云还根本没……
够了，不要再闹了。父亲，父亲，闺女，你当真想好要嫁给唐云了吗？我想好了，母亲。要是当初唐云没有救我，就不会有今天的秦洛音。而且我真的很喜欢他这个人，我要嫁给他。洛音，姐姐，恐怕唐云做不了我姐夫。秦姑娘此话何意？昨天金城主派人来向我姐姐提亲了。金家本来就位高权重，现在又主动依附浮屠战国，现在金家打算用联姻的方式把我真武剑宗慢慢蚕食殆尽。我真武剑宗无意与浮屠战国为敌。老爷，新政之下，咱们真的可以置身事外吗？那怎么办？难道真让我闺女嫁给金家那个小畜生吗？我又何尝想牺牲女儿的幸福？可……父亲，我有个办法可以让我们度过此次危机。不过嘛，就要看某人敢不敢了。秦姑娘，有话可以直说。唐某若是办得到，一定在所不辞。既然你这么大义凛然，那我就直说了。只要你和我姐姐生米煮成熟饭，到时候算他们来了也没办法。生米煮成熟饭。林花，你在乱说什么啊？羞死人了！你们在想什么啊？我说的是成亲，是成亲。成亲确实是个办法，不过唐云，你要明白，你与洛音成亲会得罪金家的。母亲，你放心，我现在觉醒了武魂，不怕金家。金家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金家背后的人呐。伯父、伯母，你们放心，其中风险我都知道，我不会让任何人欺负洛音。老爷，既然两个孩子情投意合，不如就按照林话说的，让他们成亲吧，也断了金云龙他们的念想。有道理。母亲，不行啊！昨天我们还说姐姐没有婚配，要便宜唐云的话，怎么着也得公然招婿，先力压所有竞争对手，然后再甘愿做我秦家的上门女婿才行。坏丫头，唐公子为了洛音得罪那些大势力已经很危险了，还上门女婿。伯母，若是在下可以和洛音成亲的话，不在意赘婿身份的。唐云哥哥，秦二小姐，你让唐某替真武剑宗当挡箭牌的阴谋，我接下了。不过，你漏算了一件事。哪件事啊？你不该为了真武剑宗的安全，就出卖自己姐姐的幸福。我参加比武，是为了证明洛英没选错人，但是，我绝不会用洛英的幸福当赌注。好样的，我闺女没看错人。姐姐，我没有那个意思，你别听这个人的挑拨离间。没事，就算你有也没关系，姐姐不怪你。人家真的没有那个意思。行了，明天就比武招亲，你们赶紧下去休息吧。是。唐云，臭男人，为什么你们都帮他说话？气死我了！这仇我一定要报回来。对了，我可以这样呀，姐夫，你可不许逃跑哦。师兄，为何招亲要在秘境比武？在擂台不好吗？笨蛋，没看到参赛者众多吗？打擂台得花多少时日？秦家姑娘就那么美若天仙，能吸引这么多天才趋之若鹜啊？不止呢，她可是觉醒了天品武魂，真武剑府又没有儿子，这可是借机吞并的好机会，所以都派自家年轻俊杰前来试试。啊，那我们岂不是没机会了？别怕，虽然咱们实力差点，但咱们颜值高啊！敢打我老婆主意的人可真不少啊。
那就别怪我下手狠了。信号又出发前，老婆给我的神器天月镜，能洞察秘境之内每个角落的生灵，映射出秘境任意一处景象。再配合上洛英给我的这本花名册，就能方便快捷地找出合适的武魂。让我看看，锤子不行，杂草武魂不行，怎么还有香肠武魂啊？都什么跟什么呀？等等，这是隐身武魂伟岸。很好，又干掉2个。我看你们还敢不敢打我姐的主意？还有那个唐云，居然敢挑拨我和姐姐的感情，姐姐永远只能属于我一个人。要知道，我从小可就在这秘境玩耍了。唐云，这回我一定能把你拿下。果然是个美少年呢。奇怪，身体怎么动不了了？动不了了吧，小宝贝儿？中了我的凝黑伞还想跑？来，乖乖的享受哥哥的宠爱吧。别过来！别怕，小兄弟，哥哥会让你立刻感受到与众不同的愉悦。你越挣扎，我就越兴奋。我要开动喽！不要啊！哪儿来的王八蛋，敢坏小爷的事儿？好久不见啊，李师兄。原来是废物唐云呢！我劝你少多管闲事。武魂也分品阶，你那废物武魂，休想夺走我的猎物！猎物？我可不好你这口。不过，今天这个闲事，我还就管了。哼，既然你自寻短见，我也不介意用你的鲜血来祭祭我的宝剑。武魂解放，伟岸。小心，他的武魂可以隐身。笨蛋，闭嘴，别打扰我，我自己有眼睛能看出来。反应还挺快的，可我很好奇，下一击你还能躲开吗？你就在恐惧中被我折磨致死吧！哼，这唐云武技好强，这么拖下去，万一再过来别人……哦，对了，有办法了。你的弱点就是这个拖油瓶。到了。唐云，我还以为你不喜欢男人，现在看来，我们也是同道中人呢。那可不一定啊，可算抓住你了。你怎么还能动？不可能，蛇武魂根本不擅长防御。等等，这是？谁告诉你我只有一种武魂呢？不可能，一个人不可能拥有2个武魂。你到底是谁？我是你爹。检测到武魂伟岸，情绪值已达到100%，是否复制？复制。武魂复制成功。啊，这哥们儿一个刺客，凭什么敢接近我一个带焰控的法师啊？晕过去了吗？这家伙我怎么没在洛英给我的手册上找到？难不成是间谍？先把这小子毒解了，再看看他是什么人吧。这衣服有点碍事，还是先脱了吧。好暖和。
行了。小兄弟，那个，要不咱先把衣服穿上？啊，衣服？难道我说，兄弟，都是男人，你不用这么害羞吧？不过你的皮肤倒是真的挺白挺细腻的啊，根本就不像一个男的。竟然看光了我的身子，还是杀人灭口比较好。不过刚刚还真危险，幸好我来得及时。你手臂的伤口还疼吗？原来是这样，光顾着害羞了，误会他了。况且他也不知道我是女孩子。哼，这次算我欠你一条命，但是别以为这样我就会乖乖把姐姐让给你。好险，还好我反应及时。小兄弟，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你还没告诉我你叫什么呢？让我看看他现在的情绪值够不够。他的武魂可是个好东西。我也是真武剑宗的弟子，你叫我萧炎就行。这个死唐渊就知道趁机占便宜。一听兄弟的名字，我就知道兄弟绝非池中物，日后必成大器。情绪值不足，无法复制武魂。行了，你还不赶紧去争取比赛的胜利？哎，不急不急。对了，让我看看你的伤势如何了。不用看了，已经好了，你快走吧。哎，兄弟，别客气啊！变态，你别过来！救命啊！唐渊又耍流氓了！小点声，咱们被人用阵法困住了。从洛英给的名册上看，拥有阵法武魂的人只有殷伟达了。阁下既然来了，为何不现身？唐云，我的七绝阵感觉如何呀？哼，这阵法名字挺霸气的，但是感觉也没啥实际的效用。没效果？你放心，这七绝阵会慢慢吸干你们两个体内的灵力，最后把你们吸成干尸。居然是这种阵法，看来绝对不能恋战，要把他骗出来才行。既然你对自己的阵法这么有信心，为何不敢出来面对我？难道你怕我？怕你？在那边。真是笑死我了！我乃青灵剑府真传弟子，会怕你一个被赶出去的丧家犬？哇哦，好厉害呀！堂堂真传弟子就是这么当缩头乌龟的吗？估计那里也是银枪辣头吧？混账！你别想骗我出去，我是不会中计的。找到你了！出吧！刚刚不是逼我过去，是在寻找我的位置，居然这么远都能打到我！我都说了，是你太短了。唐云，你找死！消失了。你这是隐身武魂，你怎么可能有李师兄的武魂？别担心啊，很快你的武魂也将是我的。检测到武魂阵灵，是否复制？拜拜。现在你可以去陪他了。情绪值达到100%，武魂复制成功。这混蛋居然这么厉害！没想到这么快，需要的武魂就都收集齐了，是时候执行我的计划了。可爱的小姨子，姐夫下次再陪你玩，记得多吃点，你太瘦了。哎，他什么时候发现的？唐渊，你个混蛋，别跑！哼，真是什么阿猫阿狗都敢来抢我的未婚妻呀！我乃金天昊，是千山王钦定的秦家女婿，都给我自觉退出比赛。凡胆敢不退出的，这个人就将会是你们的榜样。哎，结界怎么破了？就是啊，什么情况？招亲暂停。秦伯伯，您这是终于想通了吗？要把洛音嫁给我了？我就说嘛，秦伯伯还是懂大事的。放心，我们联姻，千山王是不会亏待你的。不知洛音姑娘现在身在何处，是否可以一见呢？安静，不要
要宣布一件事情：小女在刚才已经和唐云私奔了。哈！私奔！他们2人离去之时，给各位留了口信。我给各位慢，秦伯伯，你真武剑府是不是有点太不厚道了呀？金小直，你这是何出此言呐？今日我们这么多人聚集于此，参加比武招亲，现在身为奖品的秦洛音都跟别人私奔了，这个当父亲的却一点都不着急。真武剑府难道是故意为之，戏耍于我们？哪有你这么办事的？有个说法。不能被金家这小子带跑了节奏。秦伯伯，你可要想好了，是否真的要跟在座的各大剑府，我背后的千山王，甚至整个紫金王朝作对？我劝你还是别用这些小聪明了，大事不可为。小子，你给我闭嘴！所有人，给老夫听好了，我女儿不是什么奖品，如果你们有能力就去争，现在别人占了先机，就开始在这里狗叫，怪不得我女儿看不上你们。这秦千钧好强的气势！我女儿的幸福，我来守护。再吵，休怪老夫下手无情。我这女儿真是给我找了一个好女婿呀！这就是唐云留下的口信，看完之后你们自行定夺吧。本座恕不奉陪了。喂，能听到吗？没想到吧？只有你们这帮傻蛋儿才老老实实参加什么比武招亲，就你们这智商还想抢我老婆？有本事就来城北的太湖找我呀！我现在正等着洛英在城北度蜜月呢。哎呦，洛英，来来一个，给这帮单身狗看看！羞死人了，人家才不要呢！这狗唐云，这回老子非得弄死他！也没关系了，唐云必须死！你爹这就给你正骨。唐家那小子的计划，不知道能不能成功。老爷还在担心吗？相信洛音的眼光吧，他一定可以保护好咱们闺女的。他可是那个人的后代。老爷，不好了！慌张什么？说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老爷，您快看，二小姐留下书信说，她也要去找唐云，离家出走了。唐云，你不是人呐！拐走了老夫2个女儿。云哥，你为什么有和我一样的武魂啊？对不起，洛音，这件事我还暂时不能跟你说。我本来就是唐家弃子，为了自保，只能先隐藏实力。等到时机合适的时候，我一定告诉你。没关系，云哥，我相信你。我去附近的湖里洗个澡，你乖乖在这儿等着，不许乱跑，不许偷看。好。要不是我意外觉醒了可以复制别人武魂的能力，我们恐怕已经分开了吧。我一定要抓紧时间提升实力，只有这样才能保护好身边的人，守护住这份幸福。估计明天早上，他们差不多也该陆续赶过来了吧。现在阵法也布置好了，就等君入瓮了。不过今天晚上可是有更重要的事。洛音已经是我老婆了，她和自己老婆洗澡不是天经地义吗？我这不叫偷窥，我只是为了保护自己老婆不被别人偷看。没错，老婆，我来保护你了，老婆。这是坏了，这是别人老婆。唐云，你在那干什么？我不是让你不要乱跑。嘘，那边有个狐妖在洗澡，别被他听见。这老婆，你听我狡辩。你给我过来！轻点，我真没骗你啊！想不看我洗澡还要狡辩，
真是不敢相信，你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！我以为你是一个善良而尊重他人的人，怎么会偷窥人家洗澡呢？我知道，有时候你可能不太会听从别人的指示，但这不意味着你可以无视别人的感受和隐私，你知道吗？每个人都有权利保护自己的私人空间，我也是一样。我真的希望你能明白并尊重这一点，好吗？如果你还对我有尊重，那是一样的。真有趣。哪边才是北呀？四堂云，你到底把我姐姐骗哪里去了？老婆，你就让我在帐篷里面待着吧，我保证什么都不做。我才不信你呢！刚刚你还打算偷看我洗澡。落叶，我都说那是误会，你又不听我解释。好了，今天就早点休息吧，等明天打跑那帮坏蛋，人家再补偿你嘛。补偿？好，那咱们一言为定啊！睡吧睡吧。最难对付的，应该就是金家的金天昊，到时候我就用布置的陷阱阵法控制住你。什么味道？怎么这么香甜？唐云，小弟弟，快醒醒，别睡了。这里是？嗨，小弟弟，你可算醒了。看，妖族都玩得这么刺激吗？你好呀，请问妖狐姐姐找我有什么事啊？坏了，不会是来找我质问偷窥的事情吧？我看小弟弟眼生得很，为什么来这片森林呀？哎，看这样子，他应该没发现我偷窥的事情。那就好办了。我和我老婆来这里度蜜月，不知道这里是姐姐的地盘，多有打扰。还度蜜月？你以为我会相信这种拙劣的谎言吗？看来你不吃点苦头是不会说实话了。说不说？我说的说，谁派你来的？不能再打了，大美要觉醒一些奇怪的属性吗？你在这里玩的挺嗨的嘛？你终于被我逮到了吧？快交出族中圣遗物！还想跑？你觉得你跑得掉？说吧，你把圣遗物藏哪里了？不知道。我再说一遍，交出圣遗物，饶你不死！对不起了，不要姐姐，我有家室，就先溜了。这就晕过去了吗？喂，小朋友，你要去哪里呀？完了！你看到我们族的圣遗物了吗？圣遗物就在那边。隐去身形了吗？还以为有什么实力，真是无趣。什么？这回可以好好回答我的问题了吗？好呀，那你可要听好了。成功了，妈！这是什么怪物？我融合4种武魂的炸弹，居然都没破开他的防御。喂，别装死了，咱俩现在联手才能有一线生机。好，我们一起上！撞！死狐狸，你卖队友！哎，师兄，应该就是这里了。哼，一对狗男女，你们到地狱去秀恩爱吧！
小宝贝儿，别躲了。什么？师兄小心！幸好有阵法示警。不过唐云怎么不在？你是参加比武招亲的那帮人吗？是又怎么样？你居然敢杀了师兄，我绝对饶不了你！不过今天还有事，我们下次再战。果然是个人渣垃圾。这才是我的逃跑路线呐！雪华真的好美。去陪你的师兄吧，人渣。不愧是我的未婚妻，果然厉害。你们看，我爹没说错吧？秦家的奖品果真极品。是，少爷。景天昊，他们怎么都提前过来了？唐云到底去哪里了？难道已经被他们给……你们看，秦小姐这么大火气，是不是被那个叫唐云的小子抛弃了？真是太可怜呐！他们也不知道唐云去哪里了。那也就是说，唐云暂时没事。秦小姐还真是高冷呀，怎么不回话呀？你无视我的婚书，直接比武招亲，还私奔的事，我就不追究了。只要你跟我乖乖回去，要知道我可是金家。给我闭嘴！你个娘娘腔，啰嗦，恶心！我现在没工夫跟你们浪费时间，给我起开！哼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你们上，给我拿下他！是。再跟你们说一次。没工夫跟你们浪费时间。什么？冰鸾。废。不愧是天品武魂，刚刚觉醒就这么强了。来吧，成为我的女人吧，我保你和你的真武剑宗百年繁荣。闭嘴，你不配！冰鸾斩！没用，全都没用！你的武魂对我一点用都没有。我劝你还是乖乖做我的女人吧，咱们结合一定能诞生出完美武魂的后代。休想！我就是死，也绝对不会臣服于你。唐云哥哥，你快来啊！洛英需要我。这小子居然还没死吗？已经获取4个武魂，是否激活武魂战铠？武魂战铠，那是什么？不管了，激活！情绪值不足，无法激活。这小子身为人族，居然有复数的武魂，简直就跟1000年前。不行，不能留下这个祸害，还是杀了吧。这是要死了！我还不想死！我说，给我激活战铠！情绪值不足，无法激活。情绪值，你不就是要情绪值吗？好，老子给你！老子辛辛苦苦忍辱3年，不能觉醒武魂，给人家欺负。好不容易能复制武魂了，还有一大帮人窥视自己老婆。刚刚那个该死的狐狸还摆了我一道，现在你又跟我说什么情绪值不足？我干！情绪值，你他妈给我激活！这时，小子，你做……
小子，我记住你了。下次见面的时候，我们再好好打一架吧。对了，提醒你一下，那边好像打得也挺激烈的。洛音，小美人儿，放弃挣扎吧。居然连周围的空气都被冻住了，难道说，秦洛音，你臣服于我又能怎么样？至于燃烧生命去激发武魂吗？像你这种货色，我死也不会让你碰一下。好快！居然是在用光柱作为落脚点的高速移动。好，在上面。看你这回还怎么躲！速度居然越来越快了。武魂矢量控制。可恶！秦洛音，你输了，乖乖的。唐云哥哥，你就是唐云，你这是什么武魂？血量控制，向量转换。这怎么可能？我的武魂居然完全不起作用！我这个可是矢量控制呀！胆敢欺负我老夫者！这真的是唐云哥哥吗？别再打了，他已经死了。洛音，保护唐云哥哥。辛苦你了。谁？什么人？啊！姐姐、姐夫，你们别吓我！姐姐，姐姐，你终于醒了。好了，林化，姐姐没事。唐云哥哥呢？姐姐，别再管那种负心汉了。灵儿，唐云哥哥呢？我怕他趁着姐姐昏迷，占姐姐便宜，把他丢在那边了。什么？什么嘛！姐姐真偏心，明明是姐姐保护了那个废物姐夫。老夫，快救我！这下一定不是好人呐！唐云哥哥，先等我，别看我死了！差点就被累死了。唐云哥哥，你还好吧？没事，已经没事了。姐姐，你看臭姐夫又开始占你便宜了。林化，别这么说你姐夫。姐姐，我来的时候只有你身上有伤，姐夫身上一点伤都没有。姐夫他根本就是个胆小鬼。
是你嘴里的那种人。姐姐欺负人！林花，你给我回来！陆音，林花她没有恶意，你别这么说她，她不也是担心你吗？唐云哥哥，不能太惯着她了，我绝对不能允许有人诋毁你，自己的亲妹妹也不行。你是我的爱人，我保护你是应该的。老婆，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下，我去找林花。这森林还是不太安全，咱们得早做打算。林花妹妹，好巧啊，你也出来散步吗？哼！哎呀，别生气了，我知道你担心你姐姐，你放心，我唐云是个有责任感的男人。哼！好啦，别闹别扭了，听姐夫的，回去跟你姐道个歉，我再帮你说说话。我才不要！林花，你要是真不想跟我在一块儿走，我可就先回去了。等一下，姐夫，我不认识回去的路。好啦，林花，和你姐道个歉吧。姐姐，对不起，我刚才太冲动了。林花，你要道歉的人不是我，而是唐云哥哥。姐夫，我居然要对臭姐夫道歉，屈辱，这是屈辱啊！好啦好啦，不用这么多繁文缛节了，咱们还是想想接下来怎么办吧。今天耗死在咱们手里，最好暂时不要回家了，回去必然会被金家抓住把柄，外面反而更安全。既然如此，我正好有个地方打算去一趟。看来咱们的私奔之旅真的要坐实了呀！唐云，臭姐夫！丰都城是咱们幻想乡最繁华的商业城市，在那里，只要你有钱，无论是珍贵的灵石珠宝，还是绫罗绸缎、美食佳肴，甚至传承千年的域外暗器，通通都可以买到。姐夫，你当我们傻呀？丰都城距离这里起码上千公里远，咱们去那边要走到什么时候呀？啊，看看这是什么？传送锚点凭证。你怎么会有这么珍贵的东西？有了它，就能前往大陆各大城市的传送阵。当然是有人亲自送给咱们的呀。怪不得，他们明明需要2天的路程，半天就到达了。好了，咱们下一站丰都城出发。好耶！大人，看看我们抓到了什么？唐云哥哥，接下来我们干什么呀？丰都城是南部最大的贸易城市，我们需要在这里收集一些情报，顺便处理掉金天昊他们身上的东西，为咱们以后的行动做准备。不过，为什么林花你会在这里啊？嗨，要不是怕你对姐姐做出一些不轨的事情，我才不愿意和你待在一块儿呢。自己回去，不仅路上危险，要是到了家，爹爹为了家里的安全，真把我卖了可咋办？我才不会一个人回去。我看你不是怕你姐出事，而是大路痴，找不到回去的路吧？你才是路痴，超级大路痴！你居然敢动手打姐夫，看我怎么教训你！大白痴姐夫！你说谁是大白痴啊？说你们，给我消停一点！是。哎，快看那边，好漂亮的姐妹花啊！好漂亮的姐妹花！姑娘且慢。Hello， 嗨，刚刚在那边看到你，感觉你妹妹旁边的你还蛮可爱的。竟然是袁家的大公子，他可是坐拥着半个丰都城的财富。不知
能否知道姑娘芳名呢？有事。嘿嘿嘿，在下对丰都城最熟了。如果2位姑娘想去哪里，在下可以介绍一二，保证给2位姑娘伺候的舒舒服服，滴水不漏。哇，居然是武者，而且武魂居然这么厉害！这下袁大头踢到铁板了。活该，谁让他胡乱调戏人家姑娘？还请姑娘原谅，不知姑娘是个武者，在下唐突啦。哎，哥们儿，你这撩妹技能不行啊！兄弟，你别胡闹啊，那可是拥有武魂的武者。哥们儿，我告诉你怎么撩妹。赶紧滚吧，别丢人了！这臭小子狂什么？你要是能行，猪都能上树了。小妞，跟哥一块儿进拍卖会里逛逛吧。好。什么？我的个龟龟！情圣啊，这就是情圣啊，吾辈楷模。我要拜那位兄弟当我干爹，干爹！欢迎大家光临今天的拍卖会。接下来我会按照顺序给大家介绍拍卖品。第一件拍卖品是神秘的锤子。神秘的锤子里面据说寄宿着强大的雷电力量，只有被认可的人才能激发。不明材料的人偶，由不明材质制作的仿生人偶，十分柔软，具体用处不详，推断为练武用具。实质的面具，据说隐藏着神秘而可怕的力量，但是没有人知道它的用法。这都啥玩意儿啊！唉，算了，走吧，老婆。这拍卖行没正经。最后，我们的压轴货物——狐妖。那不是上次坑我的狐妖吗？这就是我们的压轴拍品，一名高贵的纯种狐妖。化形之后的狐妖不仅可以当做打手，更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。起拍价100金币，现在竞拍开始。我出100，我出200，我出300。本少爷出1000金币。1000金币，那不是和袁大头齐名的公子哥钱不够啊！完了完了，这下这狐妖定是他的掌中之物了。嘿嘿嘿。目前是1000金币，还有加价的吗？再没人，这狐妖可就是别人的了。1000金币1次，1000金币2次。妖族，本少爷还没玩过，这回一定要尝尝鲜儿。1000金币3，我出1001金币。哼，小子，我警告你，玩归玩，闹归闹，别跟你哥我开玩笑。这拍卖行的水很深了，你把握不住的。好的。1500金币，1501金币，2000金币，2001金币。你，小子，你什么意思？诚心跟我作对？作对？哎，那倒不是，就是钱有点多，有点太占地方了。我出2万金币。啊，2万金币，这也太有钱了吧！这价格都能买6个狐妖了吧？我不信有人比我有钱，我倒要看看你能坚持多久。我出3万金币。3万金币有吗？我出。姐夫，没。别喊了，姐姐好像生气了。坏了，光想着报仇，忘记老婆还在旁边了。既然有人这么想要，那小爷我就忍痛割爱于你吧，恭喜你哦！3万金3次，恭喜钱公子拍得狐妖。你怎么就不要啊？钱公子，快去付款呀！你不会就因为3万金要去变卖家产吧？这小子竟敢坑我！哎呦，有钱人真多呀，是不是啊，老婆？别碰我！
老婆，你去哪里？等等我呀！小子，看我怎么弄死你！嘿，嘿，气死我了！嘿，干爹！闭嘴，你个废物东西！你知道你得罪谁了吗？刚才那个人可是我亲爹！什么？那我怎么办？还怎么办？赶快去道歉呀！可是干爹，我看爷爷他老人家好像什么也不缺呀。我想想，有了。爹爹，爹爹，你睡了吗？耶！并不太想理他，不过，看看这小子想干什么？你是白天那个怎么兄弟？你找我有事啊？义父在上，请受孩儿一拜。喂，这啥情况？孩儿仰望您撩妹的手段，甘愿拜为义父，请您传授孩儿撩妹秘籍。我得知义父在拍卖行对此狐妖感兴趣，特意从拍卖行买下来送给义父当礼物，还请义父不要推辞。既然你这么诚心诚意的对我，那我就勉为其难当你义父吧。孩儿，义父我这就传你撩妹绝学。撩妹绝学第一式，妹子不是追来的，而是吸引来的。原来如此。好了，你在这里慢慢体会，我离开一下。要是有人问我的话，你知道该怎么说吧？义父放心，孩儿定不辱命。小狐妖，该算算咱们之前的账了。这里是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小狐狸，你也有今天啊！你是卑鄙之徒，就算你杀了我，我也不会告诉你我们族圣遗物的信息。圣遗物，我对那玩意儿不感兴趣。你想干什么？唐云呢？那个人难道是？你是？干妈放心，义父正在审问妖族奸细，留下孩儿在这里等候。妖狐？难道？那唐云去哪儿了？你知道吗？知道，但是义父不让孩儿说。你确定不说？我错了，饶了我吧！不行！刚才意志不是挺坚定的吗？怎么这么快就求饶了？我还有更多招式没用呢！求求你放过我吧！你放过我吧！我错了，我把我们族的圣遗物给你，求求你，你放过我吧！这是干什么的？我也想问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老婆，你怎么来这里了？怎么，我不能来这里？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老婆，你等会儿，这玩意儿我还没研究明白怎么用。你想和谁研究？我听不懂你说的啥呀？这是唐云哥哥，你看这些文字。 3000年前，
人族没有武魂，妖族才是世界的支配者。但突然，人族发现可以通过猎杀妖族觉醒武魂，随即人妖大战爆发，持续近100年，直至1000年前，域外神秘生命入侵，屠杀两族。两族齐心抵御敌人，但域外生命实在太强大了，最后残存的妖族牺牲各族皇城，培养出拥有复数武魂的人类英雄，这才带领两族战胜域外生命，重新夺回大陆。文字消失了。唐云哥哥，这碑文应该是上古的历史吧？应该是吧，咱们还是先找出口吧。好。根据族宗秘典的记载，应该就是这里了。唐云哥哥，那道石门，我先过去看看，你跟在我后面。好。太暗了，什么都看不清，看来还得再进去看看。洛音，跟紧我。不好！糟了，中陷阱了！唐云哥哥，小心！过来！快点看！那个绿色的条条是……只有试试了。蛇影斩！果然，洛音，这怪物脑袋上的绿条应该是它的生命值，只要我们能把它的生命值打没，它就死了。既然如此，冰鸾斩！没有落脚点，我看你怎么躲！坠落吧！洛音，趁现在！我们夫妻连弹的滋味怎么样？再见了，牛头人！小心，唐云哥哥！这怎么可能？看起来没那么简单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竟敢来我钱家撒野！你知不知道我钱家在丰都城什么身份啊？你做什么？我问你答。这个人你见过吗？这不是我干爹的亲爹吗？不认识。你听不懂人话吗？我说了，我不认识。我问的是你见没见过，你回答的是认不认识。这么看来，你不仅见过他，而且应该和他关系很好。把这个胖子抓起来，带走。是。别伤害我！我告诉你们还不行吗？哎呀！最好快点交代，老夫的耐心是有限的。糟了，这怪物居然砍不死！我和罗伊的体力不多了，不能再拖下去了。唐云哥哥，我发现每次这个怪物恢复的时候，额头附近都会发出一丝绿色的光亮。怪物的头部一定有弱点，一会儿我先上，你注意配合。
锁龙阵，封印！火影，快现换！碎冰斩！阵法，风之咆哮，扩散反应！冰鸾斩！果然，不同属性的武魂之间是可以配合的。应该就是这里了。再见了。这是什么啊？姐姐、姐夫，你们去哪儿了？啊！谁啊？二干妈，我是您干儿子，有个姓金的老头正在城里找你们。你说什么？二干妈，你快走吧，我干儿子已经被他们抓了，现在正带着他们往城东走。您跟着我，我们从城西走。慢着，你先跟我说明白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天色不早了，你还是不打算说实话吗？要杀就杀！我钱不狗要是皱一下眉头，我跟你姓。没关系，灭魂之术，老夫也略懂一二。待会杀了你，再折磨你的灵魂也是可以的。混蛋！你在装什么呢？干爹，你怎么在这里？难道你也被抓了？你个蠢材！唐云那小子真值得你这么做吗？你才认识几天？前辈，我干儿子脑子不好，还请您不要见怪。我这就带您去找唐云那个贱人。不过，还请您满足我一个小愿望。你讲。那啥，听说唐云有个小姨子，长得十分漂亮，身材又好，性格更是温柔大方，不知能否让你也体会一下她的温柔？你怎么样？我是不是很温柔啊？去死吧！你到底是谁啊？白天不是见过吗？在拍卖行里面。我不是玩这个呀。待会儿我把那些人引开，你趁机跑到袁大头的家里，咱们在那儿碰头。不行，他们人好多的，你一个人不行的。你看，这回呢？我去，这也行啊！袁大头带着那小子跑了，大家快去追！我看他们往东跑了。是。不许叫我二奶奶，叫我女王大人。好的，女王大人，感谢女王大人救命之恩。好，从今天开始就做我的小弟吧。对了，我姐姐和姐夫呢？回女王大人的话，你姐姐和姐夫变成光消失了。老婆，你说会有什么宝物呀？不知道，注意安全。喂。